朋友們，大家好。早上起來，我打開新聞，發現匈牙利變天了。然后我看了抖音，上面呢有在匈牙利的华人，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华人，反正呢是中文的视频啊。匈牙利人庆祝反对派獲勝，然後呢，評論區裡面有不少的人用中文為之喝彩，說什麼匈牙利又回歸文明了。我呸！文明的定義是什麼？難道符合西方價值觀的、符合西方利益的就是文明嗎？匈牙利反对派現在勝了啊，我高興不起來，因為這事跟中國關係還不小。這次匈牙利大選，他的反對派叫蒂薩黨，他的那個參選人叫毛焦爾，大獲全勝。蒂薩黨在這次選舉中獲得了199席國會當中的138席，已經超過了修憲所需的2/3多數。歐爾班所在的親民盟只獲得了約50個席位。最高興的當然是歐盟以及北約領導人。德國媒體把這次匈牙利反對黨的勝利說成是什麼？民主的勝利，自由的勝利。按照這個邏輯的話，之前匈牙利的選舉難道就不民主嗎？難道匈牙利之前就不自由嗎？難道歐爾班之前不是民主選舉出來的嗎？原來符合德國價值觀的那就是民主，那就是自由，否則那就是不自由不民主。這就是德國的邏輯。這次歐爾班慘敗，然後呢，匈牙利反對黨大勝。我想最不高興的應該是中美俄這3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是我的看法，因為過去幾年中國在匈牙利做了很多的投資，比如說宁德时代，比如说比亞迪。原來匈牙利是中國在歐盟內的一個抓手，可以說是打開歐盟的一扇門。那麼今後這扇門會不會關窄，甚至全部關閉呢？目前呢，我也不知道，這個可能性可能不大，但這個門口肯定會變小。我們先說中國投資吧。寧德时代，也就是世界最大的電池生產企業，寧德时代在匈牙利投資了73.4億歐元，近600億人民幣。朋友們，600億。還有比亞迪在匈牙利投資了43.3億歐元，也接近350億人民幣。光這2個企業加起來就投資了近1000億人民幣啊！我的天，那再加上其他的中資企業在匈牙利的投資，絕對超過1000億人民幣。這是很大的投資。你們想想看，光是新能源，寧德时代要賣多少電池才能獲得600億人民幣的利潤？比亞迪要賣多少輛電動汽車才能獲得350億人民幣的利潤？而這些錢在歐洲，在匈牙利會不會打水漂呢？目前呢還是個問號。所以對這次選舉，我是高興不起來的，而且我覺得風險不小。中資企業在匈牙利大手筆投資，因為當初是想把匈牙利做一個在歐盟本地化生產的重要抓手。中國企業在匈牙利的布局本來就不是一個純政治故事，而是一個產業鏈的故事。歐洲本地企業要電池同時歐盟又抬高了中國整車進口的門檻，那麼去匈牙利投資在本地生產本身就是一個現實的選擇。所以馬基爾上台之後呢，可能並不意味着寧德時代比亞迪立刻出局，但是風險肯定比歐爾班的時候要更大，而且不能排除歐盟委員會以及反華勢力暗中可能施壓新的匈牙利政府，也就是會施壓馬焦爾，可能會給中資企業穿小鞋，暗中打壓，制造更高的門檻等等等等一些他們說合規的東西，也就是合乎歐盟規則的東西。前面提到在抖音上有的人上傳了慶祝匈牙利反对派勝利的那個視頻，然後評論區有不少人叫好，說什麼匈牙利又回歸了西方文明。文明？西方文明嗎？我們從這些年的西方操作來看，非也。歐美文明個屁，對吧？他們一直是強盜，穿上了西裝革履還是強盜，強盜永遠变不了绅士。說到強盜，又看清了歐美西方的這個強盜的一面，海盜的一面。你們看特朗普，他最近打那個伊朗，對不对？口出狂言，伊朗的石油很好呀，要搶過來，不搶白不搶。
I'm personally tired of seeing this great country of ours being ripped off. Why couldn't we go in and take over some of their oil, which is along the sea? How would you do that? Would you send in the Marines? Would you take a chance in a war? Let them have Iran. You take their oil. That's what How? How? I mean, do we want a war? What do you mean we take their oil? You go in. You're How have do a we war, go Barbara. in? You're going to have a war by being weak. Okay, how do we go in? What do we do? Excuse me. Yeah. You're going to have a war. The next time Iran attacks this country, go in and grab one of their big oil installations. And I mean grab it and keep it. And get back your losses, because this country has lost plenty because of Iran. We're now totally independen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yet we are there to help. We don't have to be there. We don't need their oil. We don't need anything they have, but we're there to help our allies. So to those countries that can't get fuel, many of which refuse to get involved in the decapitation of Iran, we had to do it ourselves. Build up some delayed courage. Should have done it before, should have done it with us, as we asked. Go to the strait and just take it, protect it, use it for yourself. 你看，这就是欧美的文明啊，这就是海盗呀，他们永遠沒有改變。過去有不少中國人還說什麼西方有契約精神，現在說起這個詞，我就覺得特別的好笑，也特別的諷刺。最近還有個例子，那就是去年荷蘭這個海盜政府突然對安氏半導體下手，搶安氏半導體在荷蘭的總部，大家還記得這個事件吧？對吧？難道這是契約精神嗎？不，這是典型的荷蘭海盜精神。朋友們，剛才我們講到了中資投資在匈牙利的風險，當然不僅是在匈牙利在海外都有風險。而且我發現我們中國人因為政治制度的不同，所以可能對西方選舉制這種制度的風險估計不足。過去呢，其實教訓挺多的。西方每4年一次，對吧？有的時候可能4年不到，他們的政府就破產了。然後呢，走馬燈似的換了一屆政府又一屆政府。然後我們過去也看清了西方所謂的契約精神完全沒有，因為前朝下台了，另外一個政府上台了，很多情況下他就不會執行原來政府的政策，甚至呢把原來的一筆勾銷，不承認原來的契約。這樣的例子還少嗎？最好的例子那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後，你看他退群的退群，毀約的毀約，或者他1個小時說的事，1個小時之後就不算了。這是哪門子的契約精神啊？我相信在海外居住久的人肯定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那就是西方選舉制其實呢是沒有可預見性。你不知道下個上台的是誰，你不知道下個上台之後他那個政策是怎麼樣的，所以呢風險非常大，投資需要謹慎。剛才我們講了投資風險，但是這個選舉對中國更深一層的不利在戰略通道。歐爾班時期，匈牙利對中國的最大戰略價值不只是幾個投資項目，而是它像中國在歐盟內部一個最好說話的一個門口。這個門口呢有3個作用：第一，承接製造業投資；第二，在歐盟內部能夠替中國爭取緩和的政治空間；還有第三，在一帶一路敘事裡，作為中歐陸路合作夥伴樣本的存在。匈牙利的反對派馬吉爾現在獲勝了，他是親歐盟的，他是親西方的，他是親北約的。那麼現在他獲勝了，等於呢把匈牙利重新又拉回親歐路線。對中國來說，這個在歐盟內部的門口會不會消失，我們不知道。但是呢，要打個大大的問號，這個門口肯定會變得更窄。所以呢，這對中國肯定是不利的。因為馬吉爾不是歐爾班，他的基本盤雖然也是保守派，但對外路線更接近回到西方體系內談判，而不是拿中俄關係做槓桿來對沖布魯塞爾。所以朋友們，這次匈牙利反對派勝選，對中國來說，壞消息一個是匈牙利可能突然反華，另外一個呢會壓縮中國項目原來享有的政治靈活性。所以這次匈牙利選舉結果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都是不利的。但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人家選舉結果是這樣，中國怎麼辦？只能見招拆招。這次匈牙利選舉結果是這樣，是匈牙利人的選擇。歐爾班過去執政16年，據說那裡的腐敗挺嚴重的，
另外，肯定有一部分人呢不滿意，特別是這幾年整個世界經濟形勢也不好，政治形勢也不好，對吧？俄烏危機，還有美以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導致了能源價格飆升。匈牙利也不能獨善其身吧？雖然它目前為止還能獲得俄羅斯廉價能源，但是它的經濟也受影響。據說那裡的通貨膨脹也非常嚴重，很多老百姓也叫苦連天。可能16年對一個所謂的選舉制國家來說也太久了，所以那裡的老百姓有求變的心理。也許前面歐爾班做得不錯，其實你們也知道，一個國家總有不少這樣的人，他們吃着鍋裡的，看着鍋外的，吃着你的飯，然後呢還砸着你的鍋，這樣的人很多，中國人也不少。這次歐爾班敗選，反對派大獲全勝。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歐爾班與歐盟不和，很多時候與歐盟唱反調，所以歐盟利用他自己的權力凍結了170億歐元的資金。本來匈牙利可以利用這個資金來改善，比如說匈牙利的民生，但是170億對一個人口1000萬左右的小國來說是很大一筆財富，這筆財富不能用於改善民生，所以呢，老百姓怨聲載道。反對黨以這個作為突破口，給老百姓畫大餅。你們知道，畫大餅就可以得選票。雖然歐盟表面上沒有直接干預匈牙利大選，但是實際上這170億被凍結的資金對於反對派的勝選有非常大的幫助。中國在歐洲內部還有一個國家，我一直認為風險也很大，那就是塞爾維亞。塞爾維亞不是歐盟國家，但是它是歐洲，或者更確切的說是東南歐國家。這個國家與中國目前為止關係一直不錯，因為南聯盟的時候，它被北約轟炸了，而中國當時在南聯盟的大使館也被轟炸了，其中3名中國公民慘烈犧牲。這個國仇家恨，大家永遠不會忘記啊！塞爾維亞與中國可以說命運與共啊。其實過去這些年，塞爾維亞的政治一直不穩定，經常有各種各樣的遊行示威。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就是顏色革命。那背後誰在操控？我想大家都明白，不用我多說。所以今後武契奇能否好好的執政下去，我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通過這次匈牙利變天，中國這些經理人應該警醒了。比如說，在塞爾維亞的投資，在塞爾維亞的一些項目，現在執行的能收回尾款，要趕快收回來；進行投資的一定要謹慎，因為武契奇還有多久，還有多少年，他也不可能一輩子執政，對不對？所以中國人，我們不要太天真了。所謂選舉制的政治風險，不可預見的政治風險是非常大的啊。接下來很可能就是塞爾維亞。對於匈牙利大選，我也看了德國媒體。先給大家說說這個政治背景吧。過去這些年來，德國媒體一直都是非常敵視歐爾班的，把歐爾班說成是什麼政治強人，說成是什麼普京的好朋友，反正就是有點像獨裁者一樣。可以這麼說吧，歐爾班在德國媒體的眼中是一個歐盟的麻煩制造者，是一個舔普京的人，是一個他們特別不喜歡想除掉的人。所以這次匈牙利反對派大勝，那德國媒體還有德國那些不喜歡歐爾班那些人，就像進入了狂歡模式一樣，特別的激動。德國《世界報》雖然是相對保守的報紙，但是呢，它有篇報道立場很明確，他把歐爾班的失敗寫成是一次什麼反自由、反民主樣板的坍塌。可是，在評論區裡面，那些德國讀者並沒有完全跟着這個結論走，很多人承認歐爾班該下台，但他們不認同媒體把這件事說成是一種道德的勝利，說成是一種民主的勝利。就像我記得我昨天上傳了一個節目，是關於德國電視2台報道國民黨領導人訪問大陸的，是配合大陸的宣傳等等等等。而德國電視2台油管頻道上的觀眾就非常不贊同德國電視2台的觀點，絕大多數人都諷刺、都挖苦德國電視2台這樣的報道。而這個德國《世界報》呢，
我看他下面的讀者觀點也跟德國電視2台完全一樣，那就是不配合德國主流媒體的報道的這種敘事方式啊。他們有自己的想法，我覺得這一點挺好的。德國《世界報》的網友不認同德國《世界報》把這件事情說成是道德的勝利，更不信歐盟從此就天然正確。這次匈牙利變天，真正值得中國觀察的、值得中國小心的，也不是德國媒體怎麼下結論，而是匈牙利接下來會不會從中國最特殊的歐盟成員之一變成更普通、更受布魯塞爾約束的成員國。而且如果這個變化發生，中國在匈牙利的工廠，中國在匈牙利的投資未必馬上會出問題，我是說未必，也可能會出問題啊。但是過去那種中國擁有的政治便利性，還有政策靈活性以及戰略緩衝空間，可能今後會變得越來越少，越來越小。所以啊，朋友們，這次匈牙利選舉的結果，短期來看是匈牙利換了總理，中期看對歐盟自己來說，少了一個吃裡扒外的麻煩制造者，現在沒有了。再往遠一點來看，對中國來說，在中東歐，在歐盟內部最重要的政治接口之一正在收窄，而這個中國是無法改變的。所以今後呢，中國只能見招拆招，對外投資一定要考慮到政治風險，特別是選舉制國家的這個政治風險。他們真的是3年次、4年次，長一點可能5、6年次。換屆了，可能就來個大的翻轉。所以啊，朋友們，這個西方選舉制的不確定性、不可預見性，一定要考慮到你們自己今後對外投資的風險裡，否則可能會血本無歸，也可能會非常的被動。好吧，朋友們，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